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社交媒体的文章。最近看到一起官媒公布的案件，一名15岁女中学生遭隔空性侵1个月，直至被父亲看到聊天记录才停止。一开始没理解隔空怎么性侵，看完发现这种侵犯不仅容易实现，还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孩子身上。2020年6月，圆圆收到一条 QQ 消息，一个名叫小美的网友请求添加好友。圆圆一看对方同龄同姓，没多想便点了同意。成为好友后，两人隔三差五就聊两句，小美也总能找对聊天话题。网络上话无禁忌，正处青春期的圆圆以为交到了一位知心朋友，但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小美提出裸聊。圆圆边好奇边拒绝，直到小美承诺事后转账3000块。她心想对方是女生，还有零花钱拿，于是心存侥幸地打开了摄影头。圆圆听从指挥，对着镜头暴露隐私部位，她想的都是赶紧结束，拿3000块。谁知裸聊刚结束，这个小美就露出了獠牙。圆圆没收到钱，却收到了自己裸露身体的照片和视频。那晚之后，小美每隔几天就发来一次裸聊要求，还威胁不听话就把视频、照片全都发到网上去，让朋友、家长都看到。圆圆被吓懵了，她每天战战兢兢，每次看到新信息都害怕是小美发来的。小美的裸聊要求也越来越变态，从一开始的裸露私密部位，到自慰，到各种形式的自行猥亵。1个月后，圆圆不堪折磨，拒绝配合裸聊。谁知小美提出，只要答应线下约见，一定把所有视频删除。圆圆被逼得失去理智，她只想赶紧结束这个噩梦，便答应见面开房。眼看就要落入更大的陷阱，圆圆爸爸终于想起来查看一下女儿手机，也意外发现了小美。翻看完1个多月的聊天记录，他彻底崩溃，女儿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被诱骗侵犯。了解完事情经过，一家人立即报警，这场侵害才得以停止。根据线索，这个伪装成少女的变态很快被抓获。少女小美露出真容，中年男子为满足性刺激，假扮中学生在网络上寻找猎物。庭审时，圆圆泣不成声，她痛恨自己轻易地落入圈套，更无法面对这段被猥亵的经历。但她仍是幸运的，之所以这样讲，是现实中有很多孩子被诱骗至线下性侵。几乎同时期，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40岁的被告人王某以裸照胁迫3名少女线下约见，并实施性侵。因情节严重，王某最终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令人心碎的是，王某仅用几个红包就获得受害者信任，并顺利骗得裸照。年龄最小的一名受害女童还不满14岁。事后看这些变态的套路，其实非常低幼。但孩子不了解网络的阴暗面，更不了解人性的险恶。家长也不会想到，当代孩子所处的网络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肮脏100倍。尤其在性教育普遍缺失的今天，无数只恶魔的眼睛正盯着孩子，伺机下手。去年，贾静雯大女儿遭遇网络性骚扰。年满16岁的吴桐妹被允许在社交平台发露脸照片，但很快就被人盯上。有人声称握有吴桐妹的不雅照片，扬言要把这些照片传到网上。被言语侮辱的吴桐妹尽力保持冷静，她转手将聊天截图公布，求助的同时还告诉大家不要相信这个人。随后，她将此事告知父母，贾静雯立即报警。这2年有很多女明星的脸被 P 到色情片中，结果淫秽视频广泛传播，谣言四起。当事人无缘无故变成荡妇，更无力辟谣。试想，假如被 P 图胁迫的是我们的孩子，家长不在身边时，他们是否有能力应对这样的威胁？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很多变态专挑低龄幼童下手，用买礼物、游戏充值、
谈恋爱、发送污秽视频等方式进行诱骗、恐吓。四川内江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性侵幼童事件，一名年仅13岁的女童被性侵致怀孕，起因是一位 QQ 好友诱骗她进行一种可以变漂亮的魔盒仪式。现在各种休闲娱乐软件都附带社交功能，因此游荡在网络世界的恶魔无处不在。他们广撒网，总能找到迷途羔羊。有人曝光过一批专门围猎未成年少女的群，涉及人数高达5万。在这些人眼中，未成年人好哄好骗，见钱就上钩。同时被披露的还有很多境外色情网站，专攻恋童癖消费。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人渣、这样的群、这样的网站，暗处还有多少。更令人心惊的是，被诱惑的不光是孩子，还有家长亲手把自家宝贝送入虎口。最近几年，短视频行业快速发展，很多孩子受网络影响梦想，靠此途径走红，很容易被骗财骗色。早在2019年，便有人借此牟利。2名男子冒充影视公司经纪人，在面试时以检查身体为由诱骗被害人裸露身体，拍摄、传播淫秽视频。孩子轻信坏人还能理解，可怕的是很多家长不具备自我保护意识。经常听人说，性教育你不主动做，说不定会有坏人帮你做。很多家长觉得被性侵的孩子是个例，恶性事件离自己很远。但这些个例暴露出来的问题很普遍，大部分家长把性教育交给了网络。当性教育和触网指导双双缺失，孩子就要独自面对未分级的网络内容和混乱不堪的社交圈子。03，如果你不了解网络的阴暗面如何撕扯孩子，那建议看看15岁 B 站博主克里斯教唆10岁女童文爱。当时随着这件事越闹越大，内幕越挖越多，大家惊醒，互联网真的可以将孩子吞噬。2018年3月，一位妈妈发现女儿与一个名叫克里斯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起初她以为孩子只是早恋，直至看到女儿被教唆玩文字性爱游戏。这位妈妈联系上对方讨要说法，可克里斯根本不觉愧疚。他坦然回击自己是未成年人，报警也没用。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博主身份引导不明真相的粉丝发起网暴。这位妈妈被逼得发文求助网友，舆论才开始逆转。克里斯被迫删帖、道歉、退网，但这件事还没有结束。随着这个10岁女孩的网络社交被公开，真正的问题也暴露出来。现实中，她患有先天疾病，在学校遇到垃圾老师和坏蛋学生。因为这些，她开始通过网络接触性暴力、文爱，心理问题愈发深重。网络社交中，她呈现给别人的自画像竟是这样的。她长期接触的一款游戏，画风、情节也满是色情、暴力、杀戮。人们不懂为什么一个10岁女孩愿意主动靠近这些。我们通常认为是孩子无知，不能自控。但互联网有时就像一个黑洞，会把人的情绪放大，直至把人生吞活剥。几年前，英国发生了一起让无数家长陷入深思的少女自杀事件。一个有些抑郁倾向的女孩，在浏览了上万条与自杀相关的信息后，选择结束生命。女孩父母一面自责，一面痛斥 Instagram为什么要把这些戏如此密集地推送给孩子？这不只与色情相关，任何互联网内容在没有被合理分级时，家长都需要主动站出来，否则悲剧发生。最难拯救的是孩子脆弱的心灵。04，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叫《信笺故事》。一位年迈的妈妈整理旧物时，发现40年前女儿写下的信，信里记述了一段初恋往事以及一些露骨的两性内容。越往后看，这位妈妈越觉得惊悚，因为在她的记忆里，这段关系根本不是发生在40年前，那时女儿才13岁啊。妈妈立刻找到女儿，问出了真相。原来女儿在13岁那年被自己教练诱骗，
遭遇长期性侵。她无法接受现实，于是编造了一个谎言欺骗自己。她让自己相信遇到那个男人时自己已经很成熟，她给自己洗脑，那不是性侵，而是爱情。信间故事是一本小说，却也真实发生。现实中还有无数个这样的主人公，魔幻又现实。例如林奕含，例如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贝宁顿。他们在幼年遭遇性侵，时间根本无法治愈伤痛。这些把自己逼上绝路的受害者做错了什么？我们很少关注那些曾被侵犯的孩子如何成长。没有人愿意自揭伤疤，更不用说袒露在公众面前。我们只能在悲剧发生时零星拼凑受害者的全貌。侵害制止不代表伤害结束，我们唯一能做到就是拼尽全力让孩子远离那些魔鬼。05. 互联网时代，恶性事件时常发生，教育的要求每天都在变化。以前，家长只需要让孩子吃饱、穿暖、有学上。现在的孩子被称作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生下来就能触网，我们怎能掉以轻心？不要再羞于谈性，认真对待性教育，告诉孩子不要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身体。耐心向孩子科普不法分子的诱骗套路，不要跟网络陌生人透露隐私信息。当孩子开始接触新的游戏、新的 App， 我们有义务比孩子更了解这些软件。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察觉到异样时及时沟通，谆谆善诱。告诫孩子正确看待流量，不要因为利益出卖身体、出卖尊严。不要因为有代沟就懒得去了解孩子的日常社交，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要和孩子一起成长。对待青春期孩子，更应给予耐心，努力保持日常交流。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也希望更多家长看到2018年11月18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11批指导性案例，该指导案例明确，通过网络通讯工具实施非直接身体接触的猥亵行为与实际接触儿童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可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既遂。一旦发现孩子正遭受侵害，不要犹豫，保存证据，立即报警。在纯净的网络世界，都不及父母守护。我们家长越用心，孩子就离人渣越远。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